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由整形外科医生吉元杰先生所著的《医生教您如何轻松减掉腹部脂肪，获得理想的肌肉》这本书。作者吉元先生不仅是整形外科诊所的院长，还担任日本运动协会的公认运动医生，并且作为健身教练活跃在各个领域。他是一位极其罕见的医生，不仅在医学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还在运动和健身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许多人在尝试了各种减肥方法后，发现效果不佳，难以坚持，甚至还会出现反弹的现象。如果您曾经尝试过减肥，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挫折或失败的经历。有些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减肥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本书可能会带来新的希望，因为作者在50岁之后开始减肥，并成功获得了理想的身材。作者原本体重77公斤，腰围82厘米，接近于肥胖，但他现在不仅腹部变得紧致，全身也充满了肌肉，身体非常健康。他甚至通过增加训练，获得了健美比赛的冠军。大家可能会认为他肯定进行了严格的饮食控制和过度的训练，但实际上，他是在不勉强自己的情况下，减掉了腹部的脂肪，同时增加了肌肉，成功获得了理想的体型。在分析了市面上的各种减肥方法后，作者发现，许多方法要么难以坚持，要么缺乏医学和科学依据。因此，他重新学习了营养学和训练科学，并亲自进行了实验和验证。在不断的试验和调整中，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持续并有效的减肥方法。作者证明，即使在50岁之后，即使以办公为主的生活方式，也能够通过正确的方法成功减肥。很多减肥方法确实有效，但往往忽视了持续性的问题，麻烦的卡路里计算，严格的糖分限制，单纯依赖某种食物来减肥，每天步行1万步等。如果您尝试了各种方法，却感到效果不佳，难以坚持或出现反弹，或者虽然减肥成功，但反而身体变得不健康，或者您即将开始减肥，希望不仅能一时瘦下来，更希望长久地保持健康和美丽，那么这本书将为您提供确实的健康减肥指南。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艰难的减肥绝对无法持续，无压力、无勉强，健康快乐的减肥。第二，决定胖瘦的事，饮食占80%，运动占20%。第三，即使没有时间运动，也能变成易瘦体质的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艰难的减肥绝对无法持续，无压力、无勉强，健康快乐的减肥。为了改变体型，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但如果因为想要快速看到效果而选择了勉强和忍耐的方法，那么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可能会导致反弹或损害健康。为了获得理想的身材，不仅需要适度的改变饮食内容，还需要适度的进行运动，这2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为了持续进行这些改变，不应该只是被迫的限制饮食或进行运动，而是要从享受饮食和运动的角度出发。当您看到腹部变平了，腰线出来了，实际的效果显现出来时，减肥本身就会变得有趣，尤其是对肌肉训练的执着和乐趣将会增加。相反，如果不进行这些活动，你会感觉到不自在。让我们以无压力、无勉强、健康且愉快的方式来减肥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关于减肥的基础知识。首先，我要谈的是关于正确的饮食控制这一主题。为了改变体型，我们首先需要改变日常的饮食内容。但是，单纯减少饮食量，大幅削减摄入的卡路里，并不是正确的方法。如果身体缺乏必要的营养，不仅体质会减少，连肌肉也会跟着减少。重要的是，在确保必要的营养不缺失的情况下，减少摄入卡路里的量。在外就餐时，可以选择小份的米饭；在家里吃饭时，如果担心浪费，可以把剩余的食物留到下一餐。通过这些简单的方法，
您可以在不感到饥饿的情况下控制摄入卡路里的量。如果能够进行适当的卡路里限制和其他正确的减肥方法，很快您会发现腹部的脂肪开始减少。内脏脂肪被认为是引发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癌症和认知症等生活习惯病的最大敌人。这一点已经通过各种研究得到了证实。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减少这种严重影响健康和长寿的脂肪。接下来我要传达的是，不要让每天体重的增减影响您的情绪。可能大家听说过，每天测量体重对于减肥成功是非常重要的。确实，了解自己体重的变化是很重要。然而有一点您需要知道的是，每天体重略有增加或减少时，不必为此而喜忧参半，因为1到2公斤的增减很可能是由于体内水分量的变化所导致的。事实上，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摄取碳水化合物会增加肌肉内的水分，这就像米饭煮熟或干面条煮熟后吸水膨胀一样。碳水化合物具有很高的亲水性。当你使用能够测量肌肉量的体脂分析仪时，你会发现摄取碳水化合物的第2天，体重和肌肉量都会增加。这是因为葡萄糖形成的糖原增加了肌肉内的水分量，而肌肉本身并没有增加。同样的，您可能听说过限制碳水化合物会迅速减肥，这是因为随着摄取葡萄糖量的减少，体内的水分就会减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短时间内体脂会减少。此外，在进行力量训练后，肌肉会吸收水分并出现浮肿，这会导致体重的暂时增加。因此，不必因为昨天努力运动后体重增加而感到沮丧，也不要再为每天的体重变化而积累压力了。我们要减掉的是体脂，而不是体重。要想拥有健康美观的身体，需要增加比脂肪重的肌肉量。由于体内水分量的变化，体重可以波动几公斤，因此不能仅凭体重数字来判断身体的胖瘦。在测量体重和肌肉量时，应该穿薄一些的衣服，并尽量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建议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理想的时间是在起床如厕后早餐前，以及晚餐后2小时以上沐浴前。最后，我想谈一谈为什么即使吃相同的食物，有的人会变瘦，而有的人却会变胖。我们常常会看到，尽管2个人吃着同样的食物，有些人会变瘦，而有些人却不会。如果您和一个年纪相仿的朋友一起进行相同的饮食减肥计划，但结果完全不同，您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易瘦体质，而对方是易瘦体质导致的。实际上，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础代谢的差异。容易发胖的人通常基础代谢率较低，未被代谢的能量更容易转化为体脂肪。基础代谢率下降的一个原因是肌肉量的减少。肌肉消耗了大约22%的基础代谢能量。从20多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量会逐渐减少。因此，为了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适度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只是进行饮食限制而不运动，肌肉量减少，代谢率降低，最终可能会导致反弹现象。此外，是否容易发胖还与肠道菌群的状态有关。肠道内的菌群可以将食物纤维和低聚糖分解为短链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能激活我们的大脑，提高能量的消耗。因此，如果肠道内有大量的这些菌群，脂肪就不太容易堆积。反之，如果这些菌群较少的话，则会容易发胖。然而，每个人的肠道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即使为了摄取双歧杆菌而吃酸奶，也不一定能增加有助于减肥的肠道菌群。所以，如果你想确保减肥成功，最可靠的方法还是通过运动来逐渐增加肌肉量，提高身体的代谢率。是否能够减肥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许多人可能因为每天体重的增减而喜忧参半，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压力。但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没有必要如此。同样的，有些人可能因为觉得自己不是易瘦体质，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动力。但实际上，
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提高身体的代谢率，这个问题是可以改善的。为了不在减肥中半途而废，选择正确且无压力的方法固然重要，但拥有正确的知识同样重要。在了解到这些知识后，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然后以新的姿态无压力地进行减肥吧。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决定胖瘦的是饮食占80%，运动占20%。如果您想拥有不易发胖的体质，就必须停止那些不会让您变瘦的饮食方式。许多不易变瘦或容易发胖的人，他们的饮食方式往往存在很大的问题。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当人们决定开始减肥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减少饮食量和次数。虽然限制饮食量和摄入的卡路里确实是减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步骤，但如果过于严格或者方法不当，可能会导致难以长期坚持。因此，通过适当调整饮食方式，养成不易发胖的饮食习惯，可以避免发生反弹，获得不易发胖的体质。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呢？首先，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存在不良的饮食习惯。请看下面有几项是您符合的：1. 每餐的食量比别人多；2. 不吃早餐；3. 吃饭速度快；4. 经常在晚上很晚才吃饭；5. 睡前饿了就吃宵夜；6. 每天都喝酒；7. 饭后喜欢吃甜点或零食；8. 经常喝含糖饮料或运动饮料；9. 减肥时一次性大幅减少食量；10. 喜欢吃面包或面条多于米饭；11. 吃到很饱才停；12. 经常有应酬或聚餐；13. 经常外出就餐；14. 以奖励的名义常吃蛋糕或零食；15. 经常吃油炸食品；16. 不饿也经常吃东西；17. 购买食品时很少查看卡路里等营养成分。如果符合2项以上，那么您的饮食方式可能就是导致您不易变瘦的原因之一。吃得过多会导致发胖，即使您并没有觉得自己吃得过多，但每天稍微吃多一点点，累计起来就会造成卡路里的超标，从而转化为体脂肪，堆积在腹部。如果您发现自己不容易瘦下来，或者不知不觉中变胖了，建议您根据自己的年龄、性别和每日的运动量，检查一下是否摄入了过多的卡路里。在减肥期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卡路里的超标。例如，如果您经常外出就餐，当菜的分量很大时，可以要求减少1半的米饭，或者请他们做的少一点。如果您主要在家里吃饭，量大的时候，不需要一餐吃完。如果您因为工作晚归而发现家人准备的晚餐热量很高，并且您在睡前不想吃的太多，可以感谢家人的准备，然后只吃一小部分，剩下的可以第2天早上吃或带到公司当成午餐。很多人觉得每天少吃一点很麻烦，想尽快看到效果，于是会一下子减少饮食量，或者极端的避免摄入碳水化合物。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期内减轻体重，但会导致营养不良、身体状况的恶化，甚至容易反弹，变得更容易发胖。理想的减肥速度是每个月减重不超过体重的5%。作者认为，合理的减肥目标应该是在1个月内减重大约2公斤，因为减肥过快不仅会减少体脂肪，还可能损失消耗基础代谢量约22%的宝贵肌肉，从而使人更容易发胖。肌肉量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如果没有运动习惯，到60岁时可能会减少40%。即使保持同样的生活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也会变得更容易发胖。因此，极端的饮食限制并不是好的减肥方法。为了不减少肌肉，健康的减肥，我们应该保持适度的运动，按照本书介绍的饮食减肥基本原则，逐步养成不易发胖的饮食习惯。本书介绍的饮食减肥的3个基本原则是：第一个原则，排除严格、忍耐和努力，将无压力和长期坚持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具体指的是以下内容：严格、过度减食、卡路里限制、糖类限制、
进食、不吃早餐等；忍耐、忍住食欲，不想吃却忍着吃等；努力、计算卡路里的摄入量，费时费力的烹饪等。第二个原则，在当前饮食的基础上，每日3餐，稍微减少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日常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是导致体脂肪积累和无法减肥的原因，而缺乏蛋白质也是无法减肥的原因之一。第三个原则，有意识地摄取蛋白质，以构建肌肉和提高身体的代谢率。我们身体的代谢包括基础代谢，通过运动和家务等消耗的身体活动的代谢，以及食物诱导产热效应。食物诱导产热效应是指食物消化后吸收的部分营养以体热的形式消耗，约占总能量消耗的10%左右。食物诱导产热效应因营养素的不同而变化。当单独摄入碳水化合物时，食物诱导的热生成约占总量的6%；当单独摄入脂肪时，约为4%；而当单独摄入蛋白质时，竟然高达约30%。由此可见，与其他营养素相比，蛋白质的食物诱导的热生成的能量消耗量要高得多。因此，如果饮食中缺乏蛋白质，餐后能量消耗的效率就会变差，导致难以减肥。此外，对于维持和增加肌肉，蛋白质也是至关重要的营养素，因此更需要充分的摄取。由于蛋白质必须通过饮食来补充，每天的运动量和体重不同，需要摄取的蛋白质的量也不同，请大家参考以下基准来进行计算：轻度运动者每公斤体重0.8至1.0克，中强度运动者每公斤体重1.0至1.5克，高强度运动者每公斤体重1.5至2.0克，耐力训练者每公斤体重1.2至1.4克，力量训练者每公斤体重1.6至1.7克。例如，如果一个人的体重为60公斤，进行中强度的运动，那么每天应摄取60公斤乘1.0至1.5克，即60至90克的蛋白质。富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包括瘦肉、鸡胸肉、鸡里脊肉、金枪鱼、煎鱼、青鱼、三文鱼等鱼类。另外，豆类和乳制品也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近年来，西兰花也因其在蔬菜中含有较高的蛋白质而受到推荐。现代乳制品和小麦麸质的摄取存在着很多争议，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食物非常重要。大家可以通过几周不摄取和摄取这些食物来比较一下，从而判断它们是否适合自己。此外，细嚼慢咽也是提高食物诱导产热的方法。每餐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并细嚼慢咽，有助于增加能量的消耗，从而使您的减肥之路更加顺利。接下来，让我们简单谈一下当前流行的糖类限制饮食。虽然限制糖类的摄入可以快速减肥，但持续6个月至2年后，身体会逐渐适应低卡路里的状态，导致体重不再下降。虽然糖类限制饮食有助于改善高血糖问题，但长期坚持可能增加心肌梗塞、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从而提高死亡率。因此，作者认为糖类限制饮食并不适合长期减肥。如果要进行糖类限制，最好只持续1至2个月。当体重和体脂有明显的减少后，恢复到平衡摄取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式。书中推荐的轻度糖类限制方法是：每餐不完全去除糖类，而是每天的3餐中仅在晚餐中去除主食，这样就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最后补充一下，虽然作者建议每个月减重不超过5%，即每个月约减2公斤，但有一种例外情况，如果体脂率非常高，体重超过100公斤，那么短期内减重4至5公斤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100公斤的人的5%是5公斤。当体重降到80公斤左右时，再将目标设定为每月减重2公斤，继续减肥计划。接下来是第3部分，即使没有时间运动，也能变成易瘦体质的方法。为了成功实现健康且不反弹的减肥，重要的是以无压力、可持续的方法来改善饮食习惯。
适度的加入运动也是十分关键的。运动不仅能将摄入的卡路里转化为能量，并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帮助我们控制血糖，防止体脂肪的积累。新陈代谢包括身体活动代谢、食物热效应和基础代谢，其中基础代谢占总能量消耗的60%到70%。即使我们没有专门的运动时间，也可以通过晨起后轻微的运动来提高基础代谢。起床时，人体的基础代谢较低，而后会逐渐上升，并在午后达到峰值。在基础代谢较低的清晨进行轻微的运动，可以增加当天的总能量消耗。长期坚持下来，能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更易于消耗能量，形成不易堆积脂肪的体质。增加肌肉是很重要，但一次性增加大量的肌肉是不可能的。增加1公斤肌肉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毅力，但一天的基础代谢只会增加约50千卡。因此，如果没有时间进行长时间的锻炼，我们应该先从晨起的1分钟运动开始，逐步进行适应。那么，为了提升一天的基础代谢量，促进脂肪的燃烧，早上这1分钟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呢？作者推荐，每天早晨起床后，花1分钟进行肩胛骨部位的简单运动，可以有效地刺激基础代谢，帮助您更好地燃烧体脂。肩胛骨周围集中了棕色脂肪细胞，这些细胞能帮助燃烧我们体脂肪。通过大幅度活动手臂，可以激活棕色脂肪细胞，从而提升人体的代谢率，有助于塑造更容易瘦身的体质。另外，早晨起床后喝1杯约150毫升的水，不仅能够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还能刺激胃肠的活动，预防便秘。便秘会导致体内恶性细菌的繁殖，降低胃肠功能和基础代谢。作者还提到，早餐能促进食物消化，能启动食物诱导产热效应，进而活跃身体的基础代谢。建议早餐要充足，晚餐要适度，这是减肥的关键。如果早晨忙碌或者暂时没有时间进行运动的人，不妨从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晨间日常来开始尝试。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